并不是拿来减肥的，减肥只是生酮饮食的副作用。所以现在用在减肥性的生酮饮食，它的营养比例是吃的油还真多，真的不会有什么问题吗？怎么样？你觉得今天的咖啡好不好喝啊？挺香的呢。你是不是帮我加了双倍的牛奶啊？你的嘴巴真笨，那么浓的油脂味你都喝不出来。油脂味有吗？再给我一杯，我再喝喝看。不行，你的坏胆固醇不低，控制都来不及了。如果没有要吃生酮饮食，这种防弹咖啡还是试一下味道就好了啦。啊，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防弹咖啡啊，挺好喝的，好香哦。那是因为加了1汤匙的无盐奶油和椰子油啊。这防弹咖啡是怎么来的呢？就是为了提高生酮饮食的脂肪量吗？不错嘛，你的营养知识进步真大，连生酮饮食含脂量很高都知道。的确，喝含氮咖啡可以增加生酮饮食的油脂摄取量。防弹咖啡的发明人戴夫·雅斯普雷原本是一位136公斤的肥胖人士，由于身体健康出了问题，便开始尝试各种饮食方式去增进体能。2004年，戴夫去西藏学习冥想，开始接触到酥油奶。酥油奶就是普洱茶里面加了叫酥油的牦牛油。他觉得喝下去以后，不只消除了他在酷寒下导致的头晕，还精神100倍，因此感到神奇。回到美国之后，便开始研发自己的酥油奶。但因为美国牦牛油取得不易，他便用牧草饲养牛分泌的牛奶制成的奶油和更容易产生酮体的中链脂肪酸椰子油取代牦牛油，又觉得咖啡效果更好，所以就用咖啡取代了普洱茶。所以你今天要讲生酮饮食咯？生酮饮食一定要喝防弹咖啡吗？那我可以。等等，很多人吃生酮饮食却不喝防弹咖啡的。毕竟椰子油跟奶油都富含饱和脂肪酸，争议很大。其实一开始生酮饮食并不是拿来减肥的，减肥只是生酮饮食的副作用。那生酮饮食是拿来做什么的嘞？要喝那么多油脂？西方自古以来一直有医生拿进食来对付癫痫症，直到1911年才有了进食与治疗癫痫症的相关研究。10年之后医生们才相继发现，人体在长期饥饿或者是低碳水化合物、高脂肪饮食的情况下，会产生贝塔羟丁酸及丙酮这2种酮体，并认为患者无法长期忍受进食，因此研发了一种生酮饮食，让患者的身体的酮体保持在一定的浓度，以达到治疗癫痫的效果。直到4年后的1925年，才有了具体的生酮饮食治疗癫痫病酮的文献成果，首次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当时的饮食治疗规则是1公斤体重吃1克蛋白质，这跟我们目前的均衡饮食建议量差不多。而碳水化合物则是每天只能吃10到15克，跟均衡饮食建议量的每公斤体重3到4克差距非常大。而其余热量则由优质提供，因为大量压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取，所以生酮饮食的脂肪摄取量就非常高。有的人就会喝防弹咖啡来补充脂肪。要了解生酮饮食前，先要了解酮体是什么东西。威廉，你生化好，你来说说看，酮体是怎么产生的呢？一般来讲，糖类进入细胞粒腺体做有氧分解时，会产生草烯乙酸，以乙烯辅酶 A， 就可以进入能够产生能量载体分子 ATP 的磷锰酸循环，提供人体能量。但如果糖类耗尽或摄取不足的时候，脂肪酸分解只会产生乙烯辅酶 A， 并不会形成草烯乙酸。而此时又缺乏正常情况下糖类分解中所提供的草烯乙酸，这样就无法进入磷锰酸循环，形成完全燃烧。但脂肪分解的乙烯辅酶 A 却在一连串的生化反应下产生了乙烯乙酸、贝塔羟丁酸、丙酮，其中8-9成都是贝塔羟丁酸，而这3种物质都是酮体，丙酮很少，呼吸就排掉了。所以血液中的酮体都是指乙烯乙酸、贝塔羟丁酸。因此吃生酮饮食的人嘴巴都会有异味，这就是因为丙酮的关系。那么糖类摄取量低为什么会促使脂肪分解呢？是因为血液中的血糖过低就无法刺激胰岛素的分泌，胰岛素不分泌就不会促使脂肪合成累积脂肪。
反之，这时候升糖素会增加，就会要求脂肪燃烧，但却缺乏糖的支持，脂肪也就只能做不完全燃烧，也就是你刚才所说的产生酮体的过程。而酮体就是唯一可以替代葡萄糖为大脑细胞提供能量的来源。1997年梅丽史翠普曾经演过一部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叫《不要伤害我的小孩》，还蛮感人的哦，就是在讲生酮饮食治愈癫痫症的例子。其中有多位接受生酮饮食治愈癫痫的成人参与演出，我会将影片连结放在说明栏里。然而，目前医界生酮饮食还没有成为治疗癫痫症的主流。生酮饮食通常是用在顽固性的癫痫。目前的研究发现，酮体是可以保护脑神经细胞的，但具体的机转还没有定论。不过，酮体对付其他疾病的研究倒是相当的多，像阿兹海默症自闭症癌症帕金森氏症等等。我们在说明栏里有放几篇相关的文献，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不过，治疗性的生酮饮食都要接受医师严密的监控，不只监控食物，还要监控体内的酮体含量。前面讲过，酮体是人体大量燃烧脂肪的产物，所以减肥人士就看准燃烧脂肪这一点，追求体内的含酮量，希望人体一直处于燃烧脂肪的状态。当血液中的酮体含量到达每公升血液 0.5 到3毫摩尔，为营养性酮态，就是生酮饮食减肥者所希望的人体含酮量。一般我们可以到药局买试剂，以试剂颜色的深度来判断是否达到身体营养性的酮态。一般减肥性的酮体累积不太容易达到病态性的酮酸中毒，但是如果胰岛素分泌出现问题，血液中的酮体含量到达每公升含15到25毫摩尔，就是酮酸中毒，这就会恶心呕吐，很难过，需要就医咯。所以现在的生酮饮食还是像以前给癫痫病患建议的那样吗？每天只能吃10到15克的糖吗？那不就一份水果就没了？不止，连蔬菜的含糖量算进去的话，水果都没得吃了。所以现在用在减肥性的生酮饮食，它的营养比例是脂肪占70%到80%，蛋白质占15%到20%，碳水化合物只占5%到10%。威廉，以你身高体重，一日轻度工作所需1875大卡，10%的碳水化合物大概就是47克，这么少的糖类很容易就用掉了。一份蔬菜动辄含糖3-4克，100克的番茄也有5克的糖，所以生酮饮食的蔬菜就推荐含糖量较低的菠菜每份2.4克，小黄瓜每份3.6克，这样就可以吃比较多的纤维素。毕竟高油高蛋白饮食，纤维素更是不可少。有的生酮饮食会以每100克含糖量4.5克的花椰菜切细像米粒一样的花椰菜碎，炒成花椰菜粒，那看起来很像饭，这也算是一种心理安慰吧。这我不行，那不是白饭，尤其是炒太烂的话，很难吃。我也不喜欢。而水果一份含糖量动辄9到15克，以营养师推荐的生酮饮食水果蓝莓而言，100克也有15克的碳水化合物，因此最后推荐的生酮饮食水果还是酪梨，它是少数含糖量低、脂肪却很高的水果。其他小番茄西瓜草莓芭乐含糖量也不高，而像红葡萄这种花青素很高却因为含糖量太多无法选择的水果，就是吃生酮饮食的遗憾啦。甚至有些海产，比如牡蛎、花枝等，都含有1-2克的碳水化合物，如果要摄取的话，也要计入碳水化合物的总量，就会压缩到蔬果的量。另外，生酮饮食很重要的油脂来源坚果含糖量也不低，一份核桃大约1.5克，腰果大概多1克，选的时候都要慎重，也要计入糖类的分量。那像其他主食类的碳水化合物，白饭、面条、面包、马铃薯、地瓜，则是碰都不能碰，随便2口就超过一日所需，也更不可能为了吃1-2口主食牺牲掉更重要的蔬果摄取。而牛奶一份240毫升，却含有乳糖高达13克，也成为生酮饮食的拒绝往来户。那么威廉，如果你实践生酮饮食的话，就不能喝牛奶了，这可是会让你钙质吸收不够的呀。是哦，钙不够不行，虽然拿铁可以用防弹咖啡来取代，但我可不想骨质疏松。所以生酮饮食营养摄取不够也是要注意的风险之一。你生酮饮食算出来20%蛋白质需要的摄取量是94克，扣掉蔬菜里面少量的蛋白质后是87克，大约是12份蛋白质，相当于420公克的肉。
但你不能喝牛奶，也不能吃豆类，豆类的淀粉含量也很高，更不能吃燕麦或其他淀粉类主食去分担蛋白质，所以吃的肉量就会比较多。扣掉早餐2个蛋，350公克的肉分配在2餐，每餐约175克，相当1块鲑鱼排或1整片小一点的鲷鱼片，还蛮有饱足感的。现在算你生酮饮食所需要的脂肪量，1份蛋白质平均含脂肪量是5克，12份就是60克的脂肪。你生酮饮食摄取的脂肪量，我们取70%，算出来就是146克的脂肪，扣去蛋白质的脂肪含量，等于86克的脂肪，还剩下17份脂肪。1份油脂等于5cc， 含有5克脂肪。1杯防弹咖啡2汤匙的油脂就有40cc 的油脂，也就是8份脂肪，剩下9份脂肪。坚果20颗就占据了4份，其他5份 25cc 的油脂，每1份用油脂烹调的食物都可以占据1份油脂。半个酪梨100克也有 6.3 克的脂肪，沙拉酱2汤匙也是1份脂肪。不喝防弹咖啡的话，有的人会喝橄榄油、亚麻仁油，其他健康食品像鱼油也是一个很好的补充来源。天哪，这样吃的油还真多，真的不会有什么问题吗？的确，上个礼拜提到脸书那个史考特医师曾经亲身做了2个月的生酮饮食，做完之后坏的胆固醇却大幅提高，这样造成胆固醇提高的情形在生酮饮食者的比例不少。史考特医师说有1/3，他自己就曾经在脸书上收到相关胆固醇飙升的案例。其实导致坏的胆固醇提高主要跟是不是摄取饱和脂肪酸有关。关于脂肪酸与减重心血管的关系，我们会放在胆固醇与减重的影片说明，这里太长就没办法多说了。但是要强调的是，生酮饮食的脂肪摄取还是要以好油为主，像海鲜、鱼类、白肉、坚果的脂肪、橄榄油、酪梨等这些油脂，含不饱和脂肪酸比较高，就是比较好的油脂。史考特医师选了高脂的猪肉、牛肉还有培根，这些都是富含饱和脂肪酸的食物，所以坏的胆固醇提高也就不让人意外了。另外，肉类不同部位、不同品类，脂肪含量差异性都很大。油脂坚果脂肪含量极高，尤其油脂类几乎含量100%，没有经过精算，很容易就超过建议标准。且长期吃生酮饮食会造成高血脂的研究证据也不少，所以目前生酮饮食大多放在短期需要快速瘦身吃，营养师并不建议长期食用。另外，像生酮饮食容易造成因为糖类摄取不足导致的身体能量不足、运动量减少，还有纤维水分摄取不够造成的便秘、肾结石的问题，以及尿中含铜量不能超标，还有肝功能不好的人对酮体的代谢有疑虑，也要请教医师。更不要说糖尿病患者需要在医师的严密监控下减肥，不能随便实行生酮饮食，这些都是在选择生酮饮食减肥前要注意的。而最重要的是，酮体对人体到底是好是坏，目前研究人士莫衷一是，各有拥护者。所以啊，对于争议性这么大的减肥法，我还是听听就好。没错，我也是说说就好，没打算让你吃啊。